布啊，这样的布在这个炮锤里面哈，我们常常会使用到，常会使用到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们练会发现到，有的你入弓啊，它的招式少，可是它的距离什么比较远。有的你入弓呢，它距离短，那个就好办。啊，你很简单，照招式打，它就入弓了，啊，有些它离弓很远，你照那个招式啊，它没有办法进那个弓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在打这趟拳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当初在练方位招式，熟悉了以后，你画一个大圆，比方讲你以半个篮球场画一个圆，你打你的每一个入弓，你都要进到弓，圆很大的时候，你都要进到弓里面去。所以有一些你就进不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招式的步伐少，可是它的弓的距离远。第二个是，我们在这么小的圈里面也要打这套拳，这个时候步伐就要活，要很紧啊！所以这套拳你练的它大要可以打到大，小要你可以在小范围打啊。那如果大的话怎么办？比方讲，我们从那个经济独立，你看哈。经济独立是在哪里？以这个为圆心好了，这个是圆心。经济独立是不是在圆心过一点，还没有到离弓嘛，是吧？好，这边顺便讲一下哈。这个拳里面，你们晓得8弓的招式都要进到8个弓去，四项的招式，四项的代表式。都要在哪边？都要在这个圈里面的4个方位，东西南北的4个方位，没有进它的弓，可是它要在那个方位。所以经济独立是属什么？经济独立是4项的第一个项，属于阳的，所以它在正还没有到南，还没有到离，啊，在中央到离的中间。那两仪呢？你们练过一个了，双锤。两仪的位置在哪边？两仪的位置在太极图的2只眼睛，太极鱼的两只眼睛的位置，听不懂？2只眼睛，所以双锤，你们练到双锤的时候在这边啊，双锤在哪？在这里这边的啊，在这个是不是？这个的对，你们后面再练到。啊，这是阳仪嘛，阴仪就在它的那一边，所以是在两仪的2个眼睛的位置，所以你们大概晓得一下啊。所以我从这个地方，我的经济独立在这个地方，砍弓我打的砍弓在那个地方嘛。你如果画一个圆的话，坤弓在哪里？坤弓应该在这里啊，是吧？以相等位置来讲的话，坤弓应该在这边。那我经济独立在这边，我如果要正常打，我没有办法进到坤弓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用到什么？我们就要用到。好，用这个布来进去了，这样不懂？啊，拳里面有些弓要用这样子来进，啊，这个是变长的。还有是什么？还有是这样的布，比方我们走。这个步，
这个步它在这里面它可以代表什么？比方讲我们走跨虎，我走到那个地方去，比方讲我要用4步走到位。可是当我圈变小了，我圈变小，我走不了四步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步了，这个步，这一下代表什么？代表写文章的那个点，就是它是浓缩了，它这个垫步代表了你没有走的那些步，它是一个空间，它是写文章里面的那个点，这点代表了300字啊，所以这种步它不是正角，它不是正角，它是一个这个代表什么？我在正常步是这样子的，我正常步是这样子的，可是我一个这一半，就代表了我没有走的那些步，听不懂？啊，这是先让你们晓得里面那个步的使用啊，就因为不同的距离，不同的那个步的顺序，我们可以来这样子调，听不懂？啊，好，所以你们可以再试试看啊，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盘旋阴阳掌，就用盘旋阴阳掌，盘旋阴阳掌到这边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试试看。啊，好，来，慢慢做。不要跳，不要，它不是跳高，不是跳高。不要切就跳，哎，手上面要有这个力量，手上面要有这个力，它是膝盖之外，你的手上面要有这个力量，把你往前带。不对，不要仰了，不要仰了。这样怎么样用腹部的力量？不要仰，你看。还要拿腹部的力量，这样有办法带到腹部。有啊，你看，这样不懂？这样不懂？拉。力量在，你的动作并不一定要出来啊，力量在啊，你看。啊。所以上面也要有力量，啊，这，啊，来，你不要仰，用腹部力量不是一定要往后仰，晓得吗？你这样子一样是腹啊，你这样子一样是腹啊，腹部又不是腰，你这是腰往后折啊。让腹部力量出来啊！那前进的力量还是从这个脚提起来？脚跟这个是往前去，哎，然后腹部的力量往前顶，啊，不要想太多，你就，哎。
要往上跳，不要往上跳。还有，比方讲，我们这个坤到巽啊，坤到巽这样的招式，所以你要走远，我们这个是劈成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我们变成这个的时候，我要走远啊，你的步啊，你必须在这边，它有一个这个步，它不是跳，它是这个脚啊。这个步啊，所以一个脚一动，一个脚一动，你必须这个脚啊，你要走远，它要能够把后腿往前拉啊，然后你们那个它不是有一个后蹬吗？后蹬以后脚往这落，它就进了。你要后蹬以后。这个，所以后蹬延伸，它多出来一段，听不懂？所以移动的步，我如果不要，我这个要走，我后蹬距离变短了，我一后蹬，我变成这个步，就变短了，变近了。听不懂啊？所以我说，踩出去的步一定要有什么？一定要有方向性，一定要有力量。你有方向性，有力量，踩出去的这一脚，才可以去调整什么？调整你的距离跟方位。听不懂啊？你们试试看，谢谢。断掉了。那所以你这个是用膝盖往上对对对。那这个延伸呢，也是变膝盖往上。也是一样。用膝盖往前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力量都不是直上。可是听不懂？走掌的时候，这个是你那个是直上，你这个是直上。所以一开始练跳高是这个地方。一开始的提，我们练提练拔是那个力啊，可是你要改变方向的时候，要用膝盖改。那一开始练这个的时候是这里还是用膝盖？膝盖带领方向。对啊，可是这一下如果你的是要往上的，你往上，你的身体要有一点往前。就等于是身体的重心自然往前。对，你的身体方向是这个样子嘛，你才能跨那个地方，一出来它变成往前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再膝盖往前去。可是你不要变成用力提胯，因为当你用力提胯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力量就断掉了。所以它是活的怎么讲？活的在那边动。那拔的那一下到底算是用力？拔一开始练式的，一开始你要，所以这个膝顶它就不是在用拔的力量，它不完全是拔，可是里面有拔，里面有拔，对，不全是拔，因为你纯粹的拔就是往上的，听不懂？当你的胯会开始练，你的胯会把身体提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操控你那个胯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也有那个空间了。所以当你有，我来跟他们讲，Hello， 来一下，这个。跳高跟跳远哈，你说有没有用胯拔？这个时候改变方向，我讲改变方向要用膝盖。这个时候的胯是什么？
当我们在练胯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练这个的时候，练胯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地方是直往上提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你坐在那边，你可以把胯收进去，就是说你的胯有一个起落的空间，有一个起落的空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到你的胯能够有转动的空间的时候，我们在提这个胯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在教室里有画过嘛，它是这个样子，它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它一个圆，它是这样子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当然是往上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它如果是这个样子呢？它如果是这个样子呢？它如果是这个样子呢？这是不是一样是拔？这是不是一样是拔？可是它的那个球跟你的髋关节的、跟你的脊椎的角度变了，所以它变成什么？它出来一个力量就是这样子的力了。听不懂？听不懂？所以胯的拔到运用的时候，它不一定是往上，不一定全往上。全往上是什么？全往上是因为你的关节、股骨关节跟你的骨盆关节臼，它的角度产生的力量是往上的，所以你的身体是往上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说当我的身体是这个样子，它一样是拔，可是你看股骨关节的角度跟臼的角度已经变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我在这个地方拔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这个时候拔我是从这边拔我往那边拔，不是嘛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当我在这边拔的时候，你看我抽这个腿的时候，股骨的角度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所以当我抽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给我的身体上它产生的力量是这个力，它一样是拔，听不懂？晓得吗？所以我们会往上拔的时候，我们会往上拔，空间出来了。当我们改变它的角度的时候，我们改变这个球的角度的时候，拔起来的力量，它的方向就变了。听不懂？它一样是拔啊。这样懂吗？所以我说髋关节你会动最大的一个应用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去控制它的运动跟那个力量从下到骨盆到上，它是一个转接点，转接点的角度，转接点的角度调整了，这个力量到你的身上，它的力量的方向就变了。听不懂？髋关节要活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。我的身体其他的关节大部分是什么？大部分都角度比较固定了，角度固定了，它的力量可以传递的方向也多半是固定了。最大的转动有最大的转动性的就是胯。听不懂？这样懂了哈，哎，啊，你们再试试看。